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0日，我们来进行军文导读。首先，这礼拜3月22到3月23日，就是这星期的5还有6，敦睦支队会到台中港，要去参加的朋友要留意，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下午的3点，就是15洞洞，地点是在台中港的18号跟19号码头，这地方靠近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根据过往的经验，虽然表定9点开始，假如现场的群众排队已经很多了，是有可能8点多就开放进场。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朝吨位比较小的船开始参观，因为它需要排比较久，所以越早到现场，你就可以先看完吨位比较小的船。像这一次就是成功级巡防舰还有康定级巡防舰，这2艘排水量相较于磐石油弹补给舰，它的吨位是比较小，所以它的排队的人就会排比较长。因为磐石舰它船本身就比较大，所以它每一次可以上舰的人数就比较多，它消化的就会比较快，所以要参观军舰的时候有这一个小诀窍。另外，登舰的时候朝舰尾的国旗敬礼。紧接着在3月24日跟3月25日，敦睦支队就会到台南的安平港。这一次拉法叶级巡防舰是由迪化舰来开放，它舰首的76快炮是原装的炮壳，所以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康定级巡防舰它的反舰飞弹就是雄风2型反舰飞弹，它并没有雄风3型反舰飞弹，主要是这个空间的问题。记得去安平港，它是在新信路跟新乐路的这边。台湾之前花费了169亿量产增程型的雄风21巡弋飞弹，射程高达1200公里，而且数量可以高达100枚以上，会在今年完成量产。有雄风21的增程型，基本上就可以打到大约是山东省的这个位置，所以解放军它的东部战区几乎都在台湾投射的范围内。对于解放军它的集结还有它的补给要点、指挥所，台湾都是打得到。中国的鹰击21飞弹亮相，国防院的苏子云所长认为，在这时候释放出这讯息，主要是要宽慰小粉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轰6，它在机腹只能带1枚，因为轰6它本身的推力不足，筹载能力有限。从这外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跟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巡弋飞弹是非常的像。可是，一架飞机只携带1枚，效益是非常的低。况且，匕首在乌俄战场上面已经发生多次被爱国者还有其他的防空飞弹拦截的记录，所以在鹰击21这一类的高超音速的空射弹道飞弹，它并不是拦截不了。所以这也是俄罗斯跟中国他们的认知战的一部分。海军的舰队下周开始要进行精实训练测考，这是年度例行的演训，会有单舰、战队或舰队的混合训练来进行相关的测考验收。比利时捐赠阿尔克马尔级扫雷舰给乌克兰，这是比利时捐给乌克兰的第3艘扫雷舰。不过在国外都称为这是属于法国、荷兰、比利时3方合作的猎雷舰，排水量是超过500吨，满载排水量可以高达600吨。建造的时候，法国跟荷兰各自订购了15艘，比利时当时订购了10艘。不过后来建造的数量有调整，最后法国采购了11艘，荷兰采购了12艘，比利时仍然采购了10艘。而现在比利时把其中3艘军援给乌克兰，协助他在黑海航道上面的扫猎雷工作。俄罗斯由于黑海舰队损失惨重，所以海军司令叶夫梅诺夫被拔官，目前由原来的北方舰队司令莫塞耶夫来暂代。俄罗斯现在黑海舰队仅剩的有生战力数量非常有限。美国空军接装首架灰狼直升机，
这是用来取代原来的 UH-1N 修伊直升机的机种，这是由意大利里奥纳多公司所生产的 AW139 改良而来的。灰狼的美军编号是 MH139A， 是由波音公司来进行生产，目前主要用于美国空军它的洲际弹道飞弹的基地的巡逻任务。这照片的远方就是 UH-1N， 就是原来美国空军使用的机种，而最新的这就是波音所生产的 MH139A 灰狼直升机。当然有朋友会想说，为什么不用黑鹰直升机？因为黑鹰直升机的操作成本高出非常多，所以这种弹道飞弹基地的巡逻任务需要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机种来执行。韩国新生产的 KT-SSM-I 地对地战术导引飞弹目前正式开始部署，依照媒体报道，它的误差只有5公尺以内。KT-SSM-I 地对地战术导引飞弹，它的射程超过180公里，而且可以进行穿地攻击。这也是中科院目前研发的飞弹里面比较缺乏的种类。台湾的准副总统萧美琴女士最近访问欧洲，会晤了捷克议长韦德奇，希望接下来台湾跟捷克有更多的合作计划。不过萧美琴女士访问捷克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所以外交部长吴钊燮先生就说，中国生气就代表我们做对了，我也非常的认同。最近蓝营的立法委员不断的质询或者运用机会催促蔡英文总统在卸任前登上太平岛，他们用了很多奇怪的理由，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国际上造成台湾跟中国是站在一起，因为中国的逻辑就是台湾是中国的，所以台湾的总统假如去到太平岛，那就等于再度宣示太平岛也是中国的。而且这一群人其实就是中国在台湾的协作者，事情并不会这么巧，这么多人在这时候有志一同提出来，想要形成舆论的压力。因为目前中国跟菲律宾在沿黄岛这边僵持不下，而美国站在菲律宾这边，所以他们想将台湾推到风头上，这是别有居心的做法。所以自由时报写的这一篇非常精准。2008年陈水扁总统卸任前去，是因为跑道增建完成，在当时是有政治上的宣示效果，而且当年台湾也有提出要加入人道救援的南海倡议。2016年马先生去太平岛，他是为了促成马习会的交换条件，刻意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因为当时菲律宾向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提出了南海仲裁，所以马先生当时是刻意操作那件事情。所以现在蓝营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刻意在操作这件事情。区域和平稳定是台湾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一优先，不要做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这一次跟小英总统一起前往台船的时候，有当面表达他认为海鲲号潜舰后续的7艘量产型，他主张一次建造完，这就是日韩的批量生产的模式，所以台船是乐观其成。而行政院主计长也认为一次7艘建造完，它每年分摊下来的金额并不会大。这边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原来规划的是分为3个批次，第一批是3艘，第二批2艘，第三批也是2艘，或者232，就是第一批2艘，第二批3艘，第三批2艘，这样要分3次编列预算。而赖清德准总统的意思是一次就编列了多年度的7艘预算，这样子不用每一个段落结束之后还要再重新送计划来审查。因为像这一次海鲲舰这500多亿元的预算，就只有这一艘潜舰，还有它的厂房设备跟机具，所以赖清德准总统的意思是现在直接编列了未来要把7艘建造完成的预算分在不同的年度，一次计划内就是7艘，而这样子就不用分成3次分别呈报计划，
这样效率才会提高。不然每个阶段完成之后，假如计划审查不及，那这样子会造成3个批次之间容易发生时间上的落差而没有衔接，这样才不会造成台船它在人力派遣上面闲置的问题。还有一次编列7艘的计划，也可以将相关的红区装备、材料直接用规模经济的方式完成议价，这样子成本就会比较低，施工更有效率。所以我也是支持这样子的构想。美国最近有学者建议对台的军售要限制在不对称的武器，而这位学者是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葛梅兹。可是他这样子的建议非常的不妥当，因为华尔街日报在18日的时候也有报道，美国这10多年来一直鼓励台湾投资小型、成本比较低的武器，这一类人员西型的不对称的小武器，在乌俄战场上面初期虽然成功的抵抗了俄罗斯的入侵，可是在之后乌克兰要突破俄罗斯的防御阵地就遭遇困难，所以乌克兰就积极希望美国跟欧洲可以提供像 F-16 战斗机还有 M1 或者豹2战车这一类的重型武器。所以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赖宜中先生就说，提倡不对称的方式会让整个台湾变成绞肉机，这就是目前乌俄战场上面发生的状况。因为乌克兰在重武器方面的数量不足，所以只好用人命来填补这个空缺。人员西型的武器，像刺针飞弹、标枪飞弹，全部都要近身来作战，这样携带的人员完全没有保护，就需要用人命来替换战果。所以美国的退役空军军官，现在也是政治大学的访问学人吉奈斯，他就认为不对称武器有其必要，但不足以因应台湾所面临的挑战。这也是我一直提出质疑，狭义的不对称作战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会让台湾陷入被动，最后都要用人命去换取我们所需要的战果。所以华尔街日报的结论就是重型武器和不对称作战同样重要。华尔街日报在18日的文章里面就有报道，台湾的国防官员和学者从乌俄战争认知到，要抵抗中国入侵，台湾需要大量的战机和战车。所以像现在台湾已经采购的鱼叉反舰飞弹，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还有火山布雷系统，还有刺针飞弹、标枪飞弹，这些不对称的武器之外，台湾也采购了新建造的66架 F-16CD Block 70战斗机，还有108辆的 M1 主力战车，这都是正确的投资。当然还有国造的潜舰、海鲲舰，还有它后续7艘的量产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要接装对美国采购的100套岸置鱼叉飞弹，所以相关的阵地在今年会陆续开工，而且会以海军的联程系统来提供共同的作战图像。相关人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就表示这一批鱼叉飞弹的射程超过了海军现有的岸置雄风2型反舰飞弹的148公里。而且在美国的军售案里面，它有同时出售25辆的搜索雷达给我们，所以也强化了指挥管制上的韧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生存性。而这次施工的单纯只是这些单位驻扎的营区，并不是射击场域，所以相关的民众可以不用太过忧虑，并不会危及到附近邻居的安全。今天3月20日总共有25架共机共建扰台，明天3月21日中国将发射运载火箭，明天发射的会由内蒙古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来发射，会通过台湾的 ADIZ 防空识别区，所以假如路径跟原来通报的一样，就不会发出飞弹警报，有特殊状况才会进行通报。台湾采购空中卫士无人机，就是 MQ-9B 这一款无人机，这是美国现役的装备，首批会在2026年，就是后年来交机。
总共有4架，另外会比较优先接收的会是军援的 MQ-9A 的那4架。这批装备会包含了4架的 MQ-9B， 还有2套的地面控制系统。有新闻报道，在未来可能会部署在嘉义跟花莲。中科院制造的陆射箭2防空飞弹将会在下个月进行实弹射击。今年准备实弹射击3枚，实施一次追瞄。陆军是以劲弩专案采购了6套的管制系统、6套的相位阵列雷达，还有29套的发射载具跟246枚的飞弹，会在后年2026年执行完毕。而陆射箭2它的射程超过15公里，目前6军团的2幺炮指部已经完成接装，所以4月份的实弹射击会由他们来执行。不过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目前一辆发射车上面只有4枚的飞弹，这在持续战力上面恐怕是比较薄弱，也希望中科院在未来持续精进。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刺针人员吸型的防空飞弹，经过了11次的击摧、2次的抗议，终于准备全部在2025年全部交货。这一批的刺针防空飞弹包含了250枚的飞弹，还有108套的发射系统，以及108套的敌我识别器，将会分别配付给海军以及陆军，包括了海军的舰艇、陆战队，还有陆军的地面部队。台湾也是全世界目前将刺针飞弹所有的型号都收集完整的国家，包括人员吸型的，还有双联装的 DMS， 还有阿帕契携带的空射型，还有悍马车携带的复仇者防空飞弹，台湾全部都有。所以台湾投资在不对称战力上面的成效已经逐渐呈现。今年台湾采购的 M1A2T 战车就会抵台，目前靶场仍然在进行赶工，所以陆军司令部就暂时推出了3个方案来进行过渡时期的训练流入的确保。美国最近批准出售80、50辆 M1A2 战车，虽然美国目前出售的 M1A2 都是库存翻修品，但是也都改良了最新的系统，也更换了新的引擎，所以目前仍然是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几种主力战车之一。空军之前建案在清泉岗要建造36座的新式的抗炸机堡，但是因为原物料的上涨，所以预算不够，而将数量下修为24座。这一部分空军有出来解释，现有的预算先建造24座，在未来会另案再建案补足另外12座，会确保1架战斗机1座机堡。3月18日，台北的官指部官兵进行 T-5K3 手枪的实弹射击，结果发生了手枪的后半部爆裂。这件事情正在进行调查。T-5K3 这一型手枪是原来的 T-5手枪的最新型号，而 T-5它是仿制意大利贝瑞塔的 92F 手枪，而这一款手枪是108年，就是2019年当时采购的9公里手枪。目前事故枪送给军备局、205厂等这些单位进行鉴定。不过因为这个枪就是205厂制造的，今天在网络上看到另外这一则消息，有对当天的状况进行描述。3月18日是官指部联兵2营战车连到基隆内木山靶场执行 T-5K3 手枪射击，当天每位官兵一共要分3个梯次，每次5发的实弹射击。而这位中士在第3次射击的时候，突然枪膛爆炸，枪管的后半部炸开，所幸这一名中士没有受伤。网络流传这一把枪的枪例书，枪例书就像这一把枪的病例一样。这一把手枪2019年拨交之后射击20发，2020年射击30发，今年射击53发。一般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大概会有2种原因，一种是材质的问题，另外一种就是子弹品质的问题。目前国军所有的枪跟弹都是由205厂所制造的，所以这一把枪
从出场到现在只射击过103发子弹，这不禁让我想到内政部的警政署还有调查局，他们采购手枪的时候都不会采购兵工厂制造的手枪，这一定有其中的原委。讲难听一点，买克拉克手枪都比这个好，纵使在国外都是女生在用克拉克手枪，不过它的品质稳定，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我们频道很少介绍国军兵工厂的产品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我也很想介绍出它的优点。这件事情我们就继续观察。国造征收战术轮车，在之前有1辆的原型车，那目前有第2辆、第3辆跟第4辆的样车正在进行战术测评。这在去年的航太展它就有参展，上面有一挺遥控武器站控制的50机枪，可是相较于美国的 JLTV 联合轻型战术轮车，它上面的这一挺是 M23 洞的30毫米链炮，就是阿帕契基辅的那一挺链炮的衍生型。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兵工厂真的可以做出性能优异的产品，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年开始，义务役的役期延长为1年，第一批的役男目前正在进入最后入伍训的结训检测，最后一个科目就是震撼教育，就是使用空包弹、TNT 炸药来模拟战场的状况。大家可以想象，震撼教育就是从攻击发起，一直到最后冲锋阵内战，全部的科目一次走完。通过了震撼教育之后，大概就准备结训。宪兵最近进行联合的专长训练，有实施40榴弹的实弹射击。照片中这是 T85 榴弹发射器，这是仿制美国的 Mark 19自动榴弹发射器，它所发射的是 40mm 的慢速榴弹。台湾的兵工厂也有仿造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所以在云豹它的人员运输车上面也有一挺。这一次涉及的还有在 T91 战斗步枪下面也有安装 T85 榴弹发射器，就是在枪管的护木下方。这张照片时间抓得非常好，刚好 40mm 的枪榴弹射击出来，而这位射手使用的就是轮转式的榴弹枪。在过往台湾有采购过南非的 M32 MGL 6连发的转轮式榴弹枪。海军的海锋大队要扩编，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之前海军跟国防部申请增加员额，希望国防部能够另外给予协助，但是邱部长指示由现有海军自己的编制内来进行调整员额，而不扩编。其实这个非常不合理，因为海军它本身光水面舰的这些人力，还有它的案情单位本来就很紧，现在要扩编整个岸置的反舰飞弹的这些设备，多了那么多装备，尤其是多了100套的鱼叉反舰飞弹，这时候你要叫海军自己从自己的编装表里面挪出一个中将，还有2个少将，再加上1000多个官兵。当然我知道邱先生在想什么，因为假如从国防部再拨其他的人，那就会影响到陆军的员额。可是现在是在做制海的部署，所以这一则新闻其实非常没有道理。今天假如国家整个战略的调整，武器它的数量已经改变了，那整个编装表就要重新再调整。军种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才会将这个需求提到国防部来协处，然后邱班长又把这个问题丢回去海军，这真的是我的老天啊！这果真如大家所讲的，这几年真的是陆军只会抢位置而已，所以下一任的部长千万不要给陆军。这几天金门有2位钓客漂流到中国那边去被救起，本来要送回来金门了，结果发现其中一位是中士，所以整件事情就僵持在那里。希望这2位赶快被送回来。其实以前在服役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非常的谨慎，相关的言行还有一些活动，所以这位中士在前线还跑去海边钓鱼，这是以前被禁止的行为。听说以前还有人用小三通跑去厦门玩一圈再回来，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对于蓝营的立委一直要蔡总统视察太平岛，国防院的苏子云所长也认为台湾应该在战略上面持盈保泰，不要涉入目前中国跟菲律宾的纠纷，维持区域安全的稳定，不要造成美国跟菲律宾认为台湾是跟中国是一伙的这种假象。最近泰报这一则报道，我们以前也有聊过，就是在李登辉总统的后期，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因为经济非常的差，所以他希望可以出售台湾14艘的基洛级潜舰，所以当年的杨六生先生他就有将这个洽购的内容秘辛做一个揭露。不过他也非常正确的判断，当年看起来俄罗斯是希望借由台湾这边的接触来抬高出售给中国的潜舰价格，所以相关的简介都是简体字，显然资料已经先给中国看过。而李登辉前总统跟陈水扁前总统，他们也都是运用俄罗斯的这一层接触来施压美国，可以提供更多的武器给台湾。所以这个就是国际上面军事装备的采购跟国际政治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大家不要再说普丁他以前曾经对台湾友好，他现在对台湾非常的不友善，所以这些都过去了。欧美各国包含亚洲的日本跟韩国，还有我们都面临兵力不足的状况，因为社会的进步开放，所以愿意从军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是目前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日本正在研拟武器出口，尤其是 FX 6代战斗机的方案，希望可以共同分摊开发还有生产成本。不过很多朋友这时候都会希望有朝一日日本可以出售武器给台湾，其实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因为日本目前的政策跟德国会比较接近，就是不会出售给有发生战争可能性的国家。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而照片中这个是日本跟英国还有意大利他们组成的全球空战计划，在日本称为 F3 战斗机，这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美国最新的核能攻击潜舰爱德华号最近直平命名，美国的直平命名典礼也是在工厂里面，没有入水。这边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舰首这边是一个大型的球形声呐，所以它的发射管就挪到后方，以向外15度的方式来发射。可是这在发射之后，潜舰本身的角度要非常小心的调整，避免导线的断裂。而它的前翼是在帆罩的前端，这边是伸缩的，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潜舰需要在北极冰帽之下来作业，它需要用帆罩来穿出北极冰帽，所以它的前翼假如设在帆罩上，这样阻力会比较大，并不方便它冰帽下的作业。所以美国大部分的潜舰，它的前翼就会设在舰体上，可是在靠港的时候就要折收起来，来避免碰撞。这边这个盖子就是战斧巡弋飞弹的发射舱，美国设计的潜舰，它的压力壳大概只到这边，所以战斧巡弋飞弹它是装在压力壳的外面，在软壳跟硬壳的中间。最近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鲸级的3号舰训鲸舰 SS515 也交舰成军，这是由三菱重工神户造船所建造的潜舰。当然很多人一直拿日本、韩国他们的工艺水准来比较台湾的海鲲舰，所以我也一再强调，海鲲舰才是我们建造的第一艘潜舰，只是一个开始。日本已经建造了60几艘潜舰，韩国也建造了20几艘潜舰，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对比，在未来精进的空间还是很大。英国陆军改革前线的火力，它的步兵单位将原来的81迫炮全部替换为1-2洞迫炮，所以麻烦兵工厂不要再拿81迫炮装在云豹甲车上面展出来给大家看，完全没有看世界的潮流发展。云豹甲车上面应该要安装像 Amos 那种
双联装的后膛装填的迫击炮才是合理的。云豹甲车上面要装的应该是像这种 Amos 双联装后膛装填的先进火炮。这凤山的步训中心他们也是这样子提出需求，也希望兵工厂早一点研发出来，不要再拿81破炮出来骗大家。最近中国时报一连串报道有关潜舰的新闻，像这标题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在内容里面却写了很多很奇怪的内容，尤其他在讲海鲲舰双单双的过渡区域，他认为完全照抄荷兰的旗鱼级，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剑龙级的潜舰。当然我也尊重这位记者的想法，但是在舰体上面呈现的其实完全是不一样。不过就有这些特定的媒体一直要炒作这些内容，所以他也同时写了日本的水下实力世界一流。没错，这句话是贴切的。在他的报道里面讲对一件事，就是日本认为采用锂电池的苍龙2型比原来使用瑞典史特林引擎的 API 系统的苍龙1型还要好。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慢慢都会走向锂电池加上永磁同步马达的动力系统。另外他这一则报道，韩国拥有全球首款常规弹道潜舰，其实这个标题就下错了，因为全球首款常规弹道潜舰并不是韩国先开始的，因为全世界第一艘传统动力的弹道潜舰是前苏联的高尔夫级常规动力潜舰，它在烦躁这边就装有弹道飞弹，而中国也有一艘，所以全世界第一艘常规动力的弹道潜舰就是前苏联的 Golf 高尔夫级的潜舰。所以我也不晓得他做这报道的时候资料有没有查证完整。荷兰最新的潜舰采购案确定了，是由法国的梭鱼级潜舰得标，这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因为荷兰也已经将近30年没有建造潜舰，所以这一次借由法国的技术，希望能够再重振国内的造船产业。不过这些潜舰目前看来都会在法国建造。乌克兰踢爆俄罗斯的 T-14 阿玛塔主力战车只建造了20辆的实验车，并没有办法大量生产。这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红场阅兵最受大家瞩目的一项装备。美国空军的 F-16 发现座舱罩的纵梁有发生裂缝，所以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检修。美国下一代的核子攻击潜舰，它的研发跟服役恐怕要延到2040年之后才会实现。这由于美国预算还有整个美国造船业目前都发生了状况，所以才造成这个结果。为了防范无人攻击艇的狼群战术，所以美国海军准备向韩国采购低成本的导引火箭。这是韩国研发的 2.75 寸的火箭，像台湾中科院也有研发镇海火箭弹，但是韩国这一款 2.75 寸的火箭是有导引的，它有一定的精准度，所以这项低成本的技术获得了美国海军的认可。好了，我们今天的军文导读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